这是守望先锋的芝士面包，这是 Apex 芝士面包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还是说两个都想试试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re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做守望菜谱和 Apex 菜谱上面的这两个不同的芝士面包。守望的菜谱上说了，这些小面包轻盈蓬松，略带酥脆，充满浓郁的芝士风味，不容错过。这些面包制作快捷，是许多巴西家庭的主食，卢西奥家也不例外。据说他的录音间隙也会吃几个当零食，或者带一批去看曲棍球比赛。守望先锋交代了这种小面包的背景，而 Apex 则是带入了一个游戏小故事。罗巴和探路者成功完成了一场劫案，罗巴想分享他最爱的美食，但唯一在慰藉城出售这种面包的小贩已对他下达了终身禁令。显然，罗巴的某些行为让小贩认定她是个女骗子，虽然这是个事实。探路者负责引开店主的注意力，罗巴则用瞬移技术偷走了一袋这种小吃。现在只要罗巴想吃这种面包，探路者就是他的指定搭档。不过探路者还是回去付了钱，毕竟曾多次意外成为通缉犯，他可不想再主动重蹈覆辙了。回到制作内容上，我们先来做 Apex 这一版。先把1/4杯牛奶、半杯水、1/4杯黄油、1茶勺的盐在小锅中加热。黄油在牛奶混合物中经历了一场相变，锅的边缘泛起了细密的珍珠泡。我们把接近沸腾的混合物倒入3.5杯的木薯粉中，粗略的搅拌，随后加入2个鸡蛋，1/4杯牛奶，并倒入剩下的1/4杯的牛奶，抓匀。一开始还有特别浓的那种奶香味，但是鸡蛋加进去之后就有一点点腥味了，看上去有点香蕉牛奶那种颜色。揉完之后就会变得稍微粘稠一些，最后再加点帕玛森奶酪进去。这个东西要注意一下安全，就很容易滑到手。守望先锋的版本需要1杯，然后 Apex 这个要198克，就7盎司的样子，刚好。这边的话给 Apex 用，这一杯就是守望先锋的。哇，感觉我手都出残影了。把帕玛森加进去，直到混合成一个紧实且略带粘性的面团。只用帕玛森是为了突出面包的咸香味。这排列的就好像暴雷玩家打开背包那一个个碎片手雷。菜谱的要求是用180度烤20到25分钟，最后做出书中展示图上的这种扁平的效果。它这个第一口咬下去会有点淡淡的咸味，但是随着你的咀嚼呢，你能感觉到这个香味在嘴里蔓延开来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做守望先锋这一版本。大致步骤都差不多，但是守望先锋的食材用到了植物油和切大干酪，有些食材的用量也略有区别。守望先锋的菜谱要求不用加水，但是要求要加1杯的全脂牛奶，1/4杯植物油，1/4杯黄油，还有1茶勺的盐。黄油提供奶香和烘烤后的焦香，而植物油可以改善延展性，让面包的内部更柔软。书上说只要2杯的木薯粉，但这样搅拌完后就特别稀。再按照要求加完2个蛋，还有1杯帕玛森以及半杯的切达干酪后，它还是无法成型。半杯的切达干酪，1杯的帕玛森，看看它能不能让它变得粘稠一些。有点用，好像但并不多。守望先锋的这个芝士面包同时使用帕玛森和切达干酪，这种组合既保留了传统奶香的亲和力，又通过帕玛森的咸鲜提升了高级感。接着我又加了1杯的木薯粉，发现还是有些稀，它还是会比 Apex 那个稀一些，即便我加了比它要求的多加了1杯，还是会要稀很多。这么稀它能成球吗？我感觉还是太稀了，我再加半杯吧，就跟 Apex 的那个量一样。要不它这个东西没法成型。像这样的话倒是比较靠谱，所以说实际上还得是用3.5杯的木薯粉。用了和 Apex 配方一样的3.5杯后，感觉是差不多了。但是相比 Apex 版本，守望的好像还是更稀一些。左侧的这5个是守望先锋版本的，
右侧的这两个是 Apex 版本的，然后我用220度烤25分钟试一下，这样刚好它出来的时候，我可以在同一个状态下对比它们的口味。我怎么感觉这个守望先锋的这个烤出来跟 Apex 也差不多呀？我找一个掰开看，有点烫，我找个掰，它会硬一些，太烫了，我给它，它这个比那个 Apex 硬好多。好像没有上一个版本的那种软糯的感觉，我要试一下口感，感觉一下，它的外皮会更脆，就特别的坚硬。我怎么感觉守望先锋这版本就特别的噎呢？你看，同样这两个都是 Apex， 但是用守望先锋的这种温度去烤，它就会鼓得很大，非常的饱满。但是 Apex 那个温度会低一些，它就会比较扁平，跟书上的也差不多。你看，这是守望先锋版本的，就感觉它里面好像没有这么弹，它这个外壳你看，就特别的脆，特别的硬的感觉。Apex 感觉就会更软糯一些。同样是两款都是，你刚吃下去会有一点点咸，但是随着你的咀嚼，你能感觉到那个香味在嘴里慢慢的散发开来。前面的这个是 Apex 版本的，会扁一些，后面这个饱满的呢，其实是守望先锋版本的，它烤制的温度会比 Apex 这个高30多度。口感上的话 ，Apex 就会略微的偏软一点，里面也会更 Q 弹的感觉。但守望先锋这个就质地比较硬，你看我这个捏都很难捏得动，也更有嚼劲。就牙口好的可能会喜欢这种。那么根据我的描述，你是更喜欢 Apex 版本的，还是更喜欢守望先锋版本的？也可以告诉我。OK，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觉得我内容不错，也别忘了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